大家好，我是苏苏姐家的梅子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雨雾拼花毯。本教程电子图解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“趣之社”进入查看。毯子包含6种花片和钩边，先分别钩织对应的花片，然后将它们缝合起来，最后沿着外围钩边。首先学习花片1，花片1是锁针起针，沿着起针的辫子来回往返片钩，钩完后不断线，沿着外围钩一圈短针。由于线材特殊，不易拆卸，大家可以先用家里的零线，跟着视频学习钩织方法，熟练后再对照图纸钩织。花片1用到的针法有锁针、长针、短针和引拔针。下面请看我演示。首先进行锁针起针，为了方便观看，视频用棉线演示，并且颜色随机。具体的线材、配色以及针的型号，请参考产品详情页和纸质图解。如果不太会锁针起针，请参考以下详细视频。左手挂线，右手拿起钩针，放在线的下方，针头朝下，逆时针绕一圈。左手拇指和中指捏住线圈交叉的位置，把钩针放在线的左侧，逆时针绕线，将线勾出。起针的这个结不算一针，左手食指挂的线和线头同时用力，稍微拉紧。这一步开始钩锁针，绕线，将线勾出，一个锁针就完成了。挂在钩针上的线圈下方的一个辫子，即表示一针。继续钩锁针，绕线，将线勾出，这是第2针。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钩锁针，一直钩完需要的针数。每钩织几针，就需要往钩针方向移动一下左手。这就是锁针的钩织方法。大家起针完成后，核对一下针数。一个辫子就是1针，针上的线圈不算。然后开始钩第1行。我们看图解时，按照箭头指向来看。例如第1行就是从右往左看图解，第2行就是从左往右看图解，后面就是交替从右往左和从左往右。第1行开头立3个锁针，算作一个长针。再钩一个锁针，然后找到倒数第7个锁针，挑上方1到2根线，钩一个长针，绕线一圈，穿入钩针。这里我挑上方1根线钩织，绕线，将线钩出，
钩针上有3个线圈，绕线，将线从前2个线圈中勾出，还剩2个线圈，再绕线，将线依次勾出，长针就钩好了。右上方有一个 V 字形的2根线，这个就是长针的针目。继续钩一个锁针，下方跳过一个锁针，在左侧第2个锁针上钩一个长针，绕线1圈，穿入钩针。这一行以后钩长针都是调锁针上方1到2根线钩织，将线钩出，依次绕线，将线从前2个线圈中勾出，重复2次。又一个长针完成，继续钩一个锁针，下方跳过1针，在左侧第2个锁针上钩一个长针，继续在左侧相邻的2个锁针上分别钩一个长针，这里就是连续钩了3个长针，接着钩4个锁针，下方跳过1针，再钩3个长针，一个锁针，下方跳过1针，一个长针，一个锁针，下方跳过1针，再钩一个长针，一个锁针，继续交替钩一个长针和一个锁针，再重复2次，每次都是下方跳过1针钩长针。为了方便讲解，我们将连续的3个长针、4个锁针、3个长针和这样的4个长针以及5个锁针看作一个组合，继续重复钩织这样的组合。每次上方只要钩锁针，下方都要跳过1针钩长针，将这一行钩完。最后一个长针刚好钩在最后这个锁针上。
可以发现结尾是一个不完整的组合。现在我已经勾好了第一行。对于花片一，我们将第一行的正面纹理作为整个花片的正面，也就是正面对着自己时，起针的线头在左下角。继续勾第二行，这一行在反面钩织，以后图解都是从有锁针起立针的一侧开始看，开头立3个锁针，算作一个长针，对应边缘这个长针，再勾一个锁针，翻到反面，注意从一行的反面看时，针目是对应左上方的辫子。在第二个长针针目上勾一个长针，一个锁针，左侧长针针目上一个长针，锁针洞中一个长针，左侧针目上一个长针，3个锁针，这个大洞中勾一个短针，也就是插入钩针，绕线，将线勾出，钩针上有2个线圈，绕线，将线一字勾出，短针完成。同样，右上方 V 字形的2根线就是对应的针目，再勾3个锁针，继续在这里第3个长针针目上这个洞眼以及相邻的针目上分别勾一个长针，完成后交替勾一个锁针和一个长针，重复2次。长针都是勾在下方的长针针目上。完成后再勾一个锁针，接下来从这里连续的3个长针开始，重复钩织这一段针法，一直勾完这一行最后一个锁针。完成后，在起立针第3个锁针上，也就是这个长针针目左侧第2个锁针上，挑2根线，
钩最后一个长针。第二行完成。继续钩第三行，这一行又是在正面钩织。以后在正面钩织都是从右往左看图解，在反面钩织都是从左往右看图解。先直接钩4个锁针，翻到正面，从第2个长针开始，一一对应钩3个长针。花片1以后，只要指向锁针，都是在锁针洞中钩织，其余都是在对应的针目钩织。因此，这里就是挑2个长针的针目以及中间锁针洞钩长针。完成后3个锁针，然后在这2个洞眼以及中间短针针目上分别钩一个短针。再钩3个锁针，下方跳过2个针目，对应钩3个长针。一个锁针，跳过这个锁针，对应钩3个长针。接下来从这3个锁针开始，重复钩织这一段针法，一直钩完最后一个锁针。完成后，在起立针第3个锁针上钩最后一个长针。我们挑锁针的2根线钩织。第3行完成。继续钩第4行，这一行在反面钩织第3个锁针，翻到反面，在这个洞眼以及左侧相邻的针目上分别钩一个长针。完成后4个锁针，
然后在这2个洞眼以及中间3个针目上分别钩一个短针。完成后，4个锁针，中间3针上分别钩一个长针。接下来，从这4个锁针开始，重复这一段针法，将这一行钩完。注意，画片1以后，每一行最后一针都是在起立针第3个锁针上挑2根线，钩一个长针。这一行最后2个长针，可以先穿入洞眼钩一个，然后挑第3个锁针钩一个，也可以直接在洞眼钩2个。后面遇到这种情况，就参考这里的演示即可。现在我就钩好了第4行，继续钩第5行，直接钩4个锁针，翻面，第3个针目上钩一个长针，左侧大洞钩2个长针，4个锁针，这5个短针的中间3针上分别钩一个短针，4个锁针，这个大洞钩2个长针，左侧针目钩1个长针，再钩一个锁针，然后从这3个长针开始，重复这一段针法，将这一行钩完。完成后，继续钩第6行，4个锁针，翻面，第2个长针上一个长针，一个锁针，第3个长针上一个长针，左侧洞眼2个长针，4个锁针，中间针目上一个短针，
4个锁针，大洞中2个长针，左侧针目1个长针，一个锁针，跳过1针，1个长针，一个锁针，从第1个长针开始，重复这一段针法，将这一行钩完。完成后，继续钩第7行，4个锁针，翻面，第2个和第3个长针上分别钩1个长针，后面都要钩1个锁针。然后在这里第3个长针上钩1个长针，洞眼钩2个长针。然后钩1个锁针，接着与前面对称钩3个长针，一个锁针，一个长针，一个锁针和一个长针，再钩1个锁针。从第1个长针开始，重复这一段的针法，将这一行钩完。第7行钩完后，继续看第8行。这一行开头也是连续钩4个锁针，然后翻面钩织长针和锁针。大家对照图纸钩完即可。第9行的针法与第1行相同，只是第1行全部在起针的辫子上钩织，第9行要在对应的针目或者锁针洞中钩织。大家对照图纸将第8到9行也钩完。需要说明的是，如果中途一团线快要用完了，需要接线，我们可以先钩1个长针未完成针，也就是结尾不钩出，然后重新取线，将线依次钩出，线头稍微拉紧，继续正常钩织。钩几针后，可以将线头打结固定。线头可以后期统一藏一下，这个就是接线方法。如果线团中途遇到结，可以将结剪掉，然后再接线钩织。
前9行钩完后，接下来重复钩织第2至9行，一直钩完第23行。钩完后不断线。注意，大家钩几行后可以量一下宽度，应该与花片的边长差不多。后面还要钩一圈短针。整个花片钩完后，大约是一个正方形，但由于每个人手松紧度不同，可能钩出来的大小略有不同，只要与图纸标注的尺寸相差不大即可，并且后面其他花片的大小都要与这个花片差不多大。如果相差太大，需要调整手松紧，或者换钩针重新钩织。最后一行钩完后，我用小样讲解钩边。钩边是在正面进行的，最后一行刚好也是在正面钩织的，因此这里不用翻面。立一个锁针作为短针的起立针，不算一针。在这个长针的侧边挑缝隙钩一个短针。继续在每一行的侧边挑缝隙分别钩2个短针，一直钩完第2行边缘。完成后，第1行侧边钩1个短针。我这里是在首尾2行分别钩1个短针，中间都是钩2个短针。大家实际也可以在中间任意2行分别钩1个短针，其余行数都是钩2个短针。钩好后，找到边缘这个长针的入针位置，也就是这里。穿入这个入针位置，同时钩1个短针、1个锁针和1个短针。完成后，在左侧相邻的洞眼钩1个短针，起针的线头放在钩针上方，边钩边藏一下。然后在左侧这个长针的相同入针位置，继续钩1个短针。往后每次遇到洞眼，就在洞眼钩1个短针。遇到长针，就在长针的相同入针位置钩1个短针。注意，这条边并不是全部一一对应钩短针，而是需要少钩2个短针。大家可以对照图纸，在对应位置少钩短针，也可以在这条边任意2个位置少钩短针，确保钩完后边缘大致平整即可。少钩短针就是对应的这个位置不钩短针，跳过。继续钩短针，一直钩完这个长针的入针位置。这个入针位置钩完后，
需要在这个洞眼钩一个短针，然后在第二个锁针上挑2根线，同时钩一个短针、一个锁针和一个短针。我们可以用一个记号扣将这里第2个锁针标记好。没有记号扣时，可以用别针或者回形针代替。如果实在找不准这个锁针位置，大致挑拐角的2根线钩织即可。完成后，在这个洞眼钩一个短针，然后除了最后一行，其余每一行侧边钩2个短针，与这一侧相同。最后一行侧边钩一个短针。然后在起立针第3个锁针上，也就是这个长针针目右侧第2个锁针上，同时钩一个短针、一个锁针和一个短针。同样，如果找不准，大致即可。完成后，在洞眼或者针目上对应钩短针，与下方一样，在任意2个位置分别少钩一个短针，也就是上下的针数相同。最后一个长针针目上，同时钩一个短针、一个锁针和一个短针。这里针目可能不是很明显，可以稍微扒开一下。完成后，在开始的短针针目上钩一个引拔针，穿入钩针，绕线，将线依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，引拔针完成。这里连接的引拔针也不算一针，拉紧。最后钩一个锁针固定，拉大线圈，预留5到10厘米的线头，剪断，拉紧。这样钩边也完成了。最后
我们将线头顺着织片的纹理，在反面藏一下。大家也可以将整个线头藏完。如果还有接线的线头，也分别在反面藏好即可。这样花片1就讲完了。继续学习花片2，往后每一种花片都是锁针起针，沿着起针的辫子来回往返片钩，钩完后不断线，沿着外围钩一圈短针。花片2用到的新针法是长针3针的枣形针。下面请看我演示花片2。首先进行锁针起针，起针数与花片1相同，我这里是小样，起针数较少，主要讲解方法。起针完成后，开始钩第一行，立3个锁针，算作一个长针，然后在倒数第5个锁针上钩一个长针。以后每个花片的第一行都是挑对应锁针的1到2根线钩织，后面就不重复说明了。一个锁针，下方空一针，钩一个长针，一个锁针，继续交替钩一个长针和一个锁针，长针都是跳过一针钩织。结尾刚好在最后2个锁针上连续钩2个长针。小样第一行完成。对于花片2，我们也是将第一行的正面作为整个花片的正面。继续钩第2行，这一行在反面钩织，立3个锁针，翻面，在第2个针目上钩一个长针，一个锁针，继续在下方每个长针针目上分别钩一个长针，长针之间都要钩一个锁针，一直钩完起立针前面这个长针针目位置。完成后，在起立针顶端挑2根线，钩最后一个长针。这里也就是在这个针目左侧相邻的锁针上挑2根线钩织。小样第2行完成，继续钩第3行，立3个锁针，翻面，在第2个针目上钩一个长针3针的枣形针，也就是在这个针目上同时钩3个长针未完成针，先钩第1个长针未完成针就是结尾，不钩出，同一个位置再钩2个，
完成后，绕线，将线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。这个就是长针3针的枣形针，后面简称枣形针。接着钩3个锁针，然后在第一个锁针上挑这里的一根线，也就是穿入这个洞眼，钩一个长针。大家也可以挑2根线钩长针，我这里挑1根线钩织。为了方便讲解，不算起立针，我们将钩好的部分看作一个组合。我再演示一个组合，跳过一个长针，在左侧第2个长针上，先钩一个枣形针，也就是先钩3个长针未完成针，然后绕线，将线依次钩出。枣形针完成，然后钩3个锁针，穿入这个洞眼，钩一个长针。第2个组合完成，继续按照这样的方法将剩下的完整的组合钩完。完成后，在起立针旁边的长针上钩一个枣形针，最后在起立针上钩一个长针。第3行就讲完了，继续钩第4行，第3个锁针，翻面，枣形针针目上钩一个长针，一个锁针，然后在这个洞眼钩一个短针，一个锁针。接下来每次都是在枣形针上钩一个长针，洞眼钩一个短针，并且短针两边都要分别钩一个锁针。结尾在起立针上再钩一个长针。第4行就讲完了。继续钩第5行，这一行的针法与第1行相同，只是这一行的针法都是在对应的针目上钩织。继续将这一行钩完即可。
画片2接下来就是重复第2至5行，一直钩完第22行。同样，钩几行后测量尺寸，全部钩完后不断线。我继续用这个小样讲解钩边。由于最后一行是在反面钩织的，钩边都要在正面进行，因此先立一个锁针，翻到正面，在第一个长针针目上钩一个短针，一个锁针，同一个位置再钩一个短针。然后在每个针目或者锁针洞中分别钩一个短针，与画片1相同，需要在任意2个位置不钩短针。大家结合图纸一直钩完起立针的位置。小样针数较少，就不少钩短针了。起立针位置就是需要同时钩一个短针、一个锁针和一个短针。完成后，每一行侧边分别钩2个短针，一直钩完最下方这一行位置。完成后，在边缘这个长针的相同入针位置，同时钩一个短针、一个锁针和一个短针。这条边同样大致均匀，少钩2个短针，其余位置一一对应钩短针。不要忘记藏线头。小样这里同样不少钩了。钩完这个长针的入针位置后，在左侧相邻的锁针上，同时钩一个短针、一个锁针和一个短针。这一侧继续每行对应钩2针。全部钩完后，在第一个短针上引拔连接，拉紧，正常断线。线头在反面藏好即可。画片2就讲完了。